朋友們，大家好。今天因為陽光比較強烈，我戴着墨鏡，請大家多包涵啊。自从我成年起，好像都被灌輸西方是拥有完全言論自由的，德国是言論自由国家的典範。而且德国主流媒体呢，对德国是否是言论自由的国家的回答也是明確無誤的，那就是德國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另一方面，德國也包括西方一直認為中國既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言論自由。但最近這些年，德國主流媒體以及德國政治層面對中國的各種責難以及假新聞，讓我對德國以及對西方的所謂言論自由完全顛覆了認知。這個問題我以前在咱們頻道也多次談到過。德國的所謂言論自由，只是在政治正確的框架內才存在。比如，絕對不能說中國任何正面的東西。如果說了，那對不起，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如果你是公眾人物，媒體還有德國的政治層面馬上會封殺你。所以在這裡，我不得不提一位叫張丹紅女士的人。她曾在德國之聲工作30年，說一口非常流利的、不帶任何口音的標準德語。他說的德語當然比我的好太多了，而且他說的德語比大多數德國人的德語還要好。但在2008北京奧運之前，由於他站出來指出德國新聞界對中國的不實報道，導致了他被殘酷打壓。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了解一下德國之聲張丹紅事件。之後，張女士雖然得以繼續在那裡工作，但已經不能發聲了，而是負責後台工作。2019年疫情之前，他毅然辭掉在德國之聲的工作，因為他想擺脫德國媒體口頭以及潛規則的束縛。之後，他回到中國，因為在那裡他能夠自由地寫下自己的經歷，而不是像他的同事那樣天天在批評中國。這就是德國之聲的任務。其實啊，我大膽猜測，張女士在德國之聲的日子，她的內心應該是煎熬的。張女士在德國待的時間比我長，加上她曾就職於德國的宣傳機構，也就是德國之聲，所以呢，他看德國肯定要比我更加深入。最近，他接受了德國一家媒體或者一個油管頻道吧，這個名字叫 Politik Spezial Stimme der Vernunft， 如果翻譯成中文，那就是政治特輯理性之聲的專訪。德國主持人問他為何離開德國，他說他是出於私人原因離開德國，回到中國的。他感覺德國不再像以前那樣了。對德國這個國家，對原來雇主德國之聲都是如此。在德國之聲的日子，他感到言論自由受到了壓制。由於版權原因，所以呢，我不能引用他這個油管頻道裡面這期節目的這畫面啊，所以我大概給大家講述一下整個訪談錄的內容。他說他喜歡德國語言和文學，在那裡，也就是在德國，他見證了德國最美好的30年。Also ich habe wirklich mit die besten 30 Jahre in Deutschland erleben dürfen。到德國不久，他就迎來了東西2個德國的統一，接着是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穩定、安全以及繁榮時期。但慢慢的，他感到德國的政治風向變了，特別是2015年以來，他擔心德國的未來，而他也把他的擔心通過他的節目反映出來。但在工作單位，他成了麻煩製造者。Meine Sorgen habe ich auch immer wieder in meiner Kolumne für die Deutsche Welle zum Ausdruck gebracht. Und da wurde ich dann wieder zum Troublemaker für meinen Arbeitgeber. 因為這不符合政治正確，也沒有與德國政府的路線保持一致。多年前，他對德國的預測，今天全部應驗了，甚至呢更加惡劣。作為例子，他指出默克爾政府的難民政策，他認為德國的難民政策實際上是在慫恿全世界50億人移民到德國，同時，德國福利國家政策正好把那些懶人都帶到了德國。Deutsche Asylrecht ungefähr 5 Milliarden Menschen auf dieser Welt dazu einlädt, nach Deutschland auszuwandern. Und der Sozialstaat zieht auch vor allem die Faulen nach Deutschland an. 長期觀看咱們頻道的朋友肯定知道啊。張女士的觀點其實與我的觀點可以說99%是吻合的，也就是說，張女士她在德國待了30年，而我德國之士在德國也待了30年，我們倆對德國的觀察是一模一樣。剛才我複述的她這個訪談錄，跟我以前在咱們頻道我說過關於德國的感受啊觀察是不是一樣呢？
我們又回到這個訪談錄，張女士說，德國這難民政策，德國這福利國家政策，正好呢是慫恿那些全世界50億的人口移民到德國來。之所以沒有50億人移民到德國，是因為絕大多數這地球人這50億人沒有錢交給蛇頭，如此而已。真正的難民他們是無法到達德國的。你看，這與我多年前的觀察也是一模一樣，對不對？多年前，在他的節目當中，他表達了這樣的憂慮，但在德國，他被當成一個有爭議的人，甚至呢被當成納粹，被當成仇視外國人的人，而他本身就是外國人。Damals galt ich dann wieder als umstritten und rechtsextrem und ausländerfeindlich. 此類觀點不是被封殺，就是不被接受。所以漸漸的德國的政治越來越走向左傾極端。他認為，德國今天的狀況，罪魁禍首是德國主流媒體以及德國主流民意，其次才是德國政治。該訪談錄的德方人員回應說，他完全同意張女士的觀點。他還補充到，德國的第4權利，也就是新聞媒體，完全被綁架而失效。Diese vierte Gewalt im Staat ist halt komplett gekapert worden. 此外，該節目還提到，張女士寫過一本書，書名為《Nur die richtige Meinung ist frei》，翻譯成中文就是“只有正確的觀點才可以被暢所欲言”，或者說“只有預先確定的觀點才是自由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張女士曾是德國各大媒體或各種公開活動的座上賓。德國媒體報道中國清一色以負面話題為主，比如說中國侵犯人權啊、環境污染啊、沒有新聞自由啊、壓迫少數民族啊等等等等。這時，德方主持人突然插入所謂社會信用積分這個話題。張女士說，這是子虛烏有的事，在中國沒有。然後張女士呢，把話題重新拉回到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德國媒體瘋狂負面報道中國的現象。張女士在她節目中說，過去20年，中國成功地讓4億人擺脫貧困，這也是中國對人權的貢獻之一。Dass es China gelungen ist, 400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n vergangenen 2 Dekaden aus der Armut zu befreien. Und das ist ja auch ein Beitrag für die Menschenrechte. Medienvertreter oder auch Politiker fühlten sich dadurch sehr provoziert, obwohl ja 2 Monate später die Weltbank genau dasselbe berichtet hat. 你看他說的這句話，捅了德國的馬蜂窩。於是德國媒體還有德國政治層面對他進行瘋狂的打壓。他在中國出生以及長大的背景，也讓德國方面懷疑他自主親中。這其實是一種種族歧視。這是張丹紅女士的話。也就是說，張丹紅女士雖然在德國30年，而且是在德國宣傳機構工作，她仍然能夠感受到她自己的經歷能夠感受到在德國這種種族歧視。張女士繼續說，德國媒體還有德國政治對她進行了長達5個月的打壓，隨後長達3年，她被禁止公開露面，就是說不能接受媒體電視的採訪，也不能上什麼脫口秀等等。她說如果不是她努力爭取自己的權利，或許她在德國永遠不再有言論自由。Ja, diese Kampagne hat 5 Monate gedauert und hätte ich nicht für meine eigene Freiheit gekämpft, hätte der Maulkorb gegen mich vielleicht lebenslänglich gegolten. 後來在德國之聲內部，他被轉入到經濟板塊。2014年，德國之聲迎來了新的領導，也就是新的台長。他因此也獲得了可以發揮自己特長的機會。他擁有了自己的特約專欄，但是他說，一旦他接觸到敏感話題，比如說批評德國難民政策或者是批評性別多樣性等等這種話題，他會立即遭到內部以及外部各方的責難，甚至被扣帽子說他的觀點過於接近德國右翼選擇黨。Aber in dem Moment, als ich anfing, wieder Tabuthemen anzusprechen, unter anderem Kritik an der Flüchtlingspolitik und dann auch Kritik der Geschlechtervielfalt und dann auch meine Kritik am Gendern. Und das hat mir dann wieder Kritik von innen und außen gebracht. 該訪談錄的德方主持人問張女士：“你的書名讓人非常費解。”
只有正確的觀點才可以被暢所欲言。到底德國有沒有言論自由呢？張女士說，她指的正確的觀點其實就是政治正確，也就是說，政治上正確的意見才可以自由表達。Und gibt es überhaupt eine richtige Meinung? Ich habe die politische Korrektheit gemeint, ne? Also nur die politisch korrekte Meinungen sind frei. Oder wie Sie es formuliert haben, nur die vorgegebenen Meinungen sind frei. 在過去這些年，這現象越來越強烈，主要是由於3個危機。第一個危機就是難民危機，第二個危機就是新冠危機，第3個危機是俄烏戰爭。主持人說，德國媒體把俄羅斯及中國作為2個最大的獨裁國家進行報道、進行宣傳。同時呢，德國一些政客，比如說綠黨籍的哈貝克呀，也就是德國經濟部長，還有自民黨籍的那個軍火商代言人，瘋狂地把德國民眾告上法庭，因為德國民眾這些人對他們這些政客進行了強烈的批評。你看這些德國政客一邊批評中國獨裁沒有言論自由，但同時卻不讓德國人批評德國這些政客，甚至訴諸於法庭，這實在是諷刺呀，妥妥的雙標，對不對？然後德方主持人問張女士，那麼中國的言論自由到底如何呢？張女士說，她在中國並非記者，也不是中國體制內的人，所以呢不好亂下結論。但是她在中國有從事記者職業的朋友，朋友圈中有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其實在中國這方面與德國相似。她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宣傳部，該部門呢會提供條條框框給媒體，這是自上而下的審查。但在德國呢是內部審查，此類審查更加微妙，因為呢這個尺度更難把握，所以在德國之聲內部，張女士同事經常問：這樣的話題可以談論嗎？那樣的話題可以談論嗎？所以呢，他們內部審查其實非常的嚴。Also ich bin in China glücklicherweise keine Journalistin. Also ich bin auch nicht im System der chinesischen Medien, aber mit chinesischen Journalisten gesprochen, ich kenne auch einige, dann ist das eigentlich ähnlich wie in Deutschland. Es gibt da ein Propagandaministerium, das dann Hinweise an die Journalisten gibt. Das ist dann quasi die Zensur von oben. Aber in Deutschland ist das eine innere Zensur. Also da ist die Zensur viel subtiler. 張女士呢舉了這樣一個例子：2023年10月，在德國大街上有人慶祝哈馬斯的暴行。德國人突然意識到，德國也存在反猶現象。德國讓這些人進來，同時呢也進口了反猶勢力。其實呢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但德國記者大多數是綠黨的追隨者，他們被綠黨的意識形態蒙蔽了雙眼。他們自己慶祝自己成了世界道德冠軍。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那麼熱衷於這個頭銜，因為這也會帶來很多問題。德國的這種道德自大狂是非同一般的，這是張女士自己創造一個詞，德國是道德自大狂。So viele Journalisten, also die sind so von ihrer grünen oder linksgrünen Ideologie verblendet, dass sie all das verdrängt haben, ne? Und nur sich selber gefeiert haben als moralischer Weltmeister. Und niemand hat, also kein anderes Land auf der Welt hat um diesen Titel gerungen, weil das eben auch viele Probleme mit sich bringt. Ne? Aber also dieser moralische Größenwahn in Deutschland, auch unter vielen deutschen Journalisten, also das ist schon sehr, sehr bemerkenswert. 主持人問張女士：“那麼中國媒體如何報道德國呢？”張女士不無調侃地說：“德國360度外長貝爾伯克讓中國人對德國的關注度增加了。中德兩國本來距離相當遙遠，兩國之間也沒有領土衝突，經濟上又互惠互利，所以呢，很多中國人把德國當成不錯的貿易夥伴。過去中國神化了德國，那些對中國不滿的中國人精神上把德國當成一個完美的國家。” Ich glaube, Frau Baerbock hat einiges dazu beigetragen, dass die Chinesen auf Deutschland doch aufmerksam geworden sind. Es gab auch eine Art
Deutschland-Mythos. Die Chinesen, die mit China selber nicht zufrieden sind, die sehen in Deutschland so eine Projektionsfläche. 可是，随着红绿灯政府的上台，这一切都变了。德国外长喜欢当中国的人权教师爷。大约2天前，也就是张大红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大约2天前，德国外长说中国必须为全球气候负责。张女士讽刺地说：“那中国必須做出360度的轉變。”德方主持人說，德國綠黨的那些自大狂認為他們可以改變中國的經濟以及環保政策。張女士補充說，德國人啊喜歡走極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而且德國人對什麼都想發表意見。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到過中國，但是呢，他們覺得比張女士還有比德國之士更了解中國。這從他與他周圍的德國人日常交談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我也一樣。Seit es diese Ampelregierung gibt und Frau Baerbock erteilt den Chinesen auch gerne Lektionen, habe ich da einfach geschrieben. Also da müsste China schon eine 360-Wendung hinbekommen. Ich denke, die Deutschen neigen zu Extremen. Sie haben zu allem eine Meinung und viele, die noch gar nicht in China waren, also die kennen China besser als i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also aus den Gesprächen mit meinen deutschen Bekannten. Und 他們還以為啊，德國可以拯救整個世界。然後呢，張女士說，她的德國閨蜜啊不理解張女士的憂慮，也就是太多的難民進入德國了等等啊。這些德國閨蜜認為啊，德國完全可以輕鬆再接納1億難民。但同時他又說，請不要在我家附近設立難民營。這就是典型的綠茶婊、綠黨雙標。2 deutschen Freundinnen getroffen, so. Da haben wir nochmal über die Flüchtlingspolitik und auch die Klimapolitik gesprochen. Ich hab gesagt, Deutschland kann doch nicht die ganze Welt retten. Und dann sagte eine Freundin, ja, warum denn nicht? Also sie meinte, Deutschland könnte noch locker 100 Millionen Menschen aufnehmen. Und es ist nur eine Frage der Organisation. 張女士呢還給出了這樣一個例子，她當時呢住在德國科隆，也就是我住在的城市。可惜呢，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沒有見過張女士。她住在德國科隆一個富人區，她說啊，估計啊綠黨在這個區的支持率高達50%。可是當他們獲知，可能當局要在這個區設立一家難民營，他們不幹了，他們聘請律師狀告法庭，不能在這個富人區設立難民營。主持人就說了啊，這就是妥妥的綠黨雙標。接着主持人把話題呢轉到了所謂中國信用積分制度。德國媒體還有德國社會信誓旦旦地說中國存在這種全國性的而且是全天候國家監控的信用積分制度。張女士說中國沒有這樣的制度。類似於中國的採信制度，其實德國也存在，德語詞叫書法，其實就是德國一種信用積分。最後呢，德國主持人的結論是，其實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存在一定的言論自由限制。好，朋友們，這就是我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整個訪談錄的大概吧。該訪談錄的反響非常的大，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有近30萬的觀看量，光是評論就有近3000條。這大概是德國人第一次從中國的視角來看到德國自己。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一些德語評論。朋友們，該訪談錄反響很大，目前為止有近30萬的觀看量，光是評論就有近2800條。這大概是德國人第一次從中國視角來看待德國自己。好，我們來看一些評論吧。第一條評論：也許貝爾伯克女士應該在張女士那裡上德語課，非常敬佩這位中國女性。下條評論：這位女士太棒了，比整個紅綠燈政府加起來都還要聰明。再往下看，偉大智慧的女性。遺憾的是，我們的主流媒體缺乏這樣的人選。感謝這期訪談。再往下，貝爾伯克簡直令人尷尬。作為德國人，我為這樣的外長感到羞恥。下條評論：
他的德語說得非常好，你真的能聽出他對德語的熱愛。繼續往下，這是一位多麼令人欽佩的女性，她有愛心、智慧和學識。我們的交通燈政客和少數記者都不具備這樣的品質。再往下，這位中國女士的德語說得比貝爾伯克還好，感謝來自中國的意見，這基本上證實了我們的看法，我們並不孤單。下一條評論，我為我們的政策向中國道歉，告訴中國人，德國人與眾不同，我們以貝爾伯克等人為恥。繼續往下，貝爾伯克遠遠比不上這位女士，貝爾伯克的水平就像特殊學校的孩子。再往下，這位女士的德語說得比很多德國本地人都好，吐字也更清晰。為主持人點讚，她在採訪時沒有做任何手腳，而是讓對方發言。我會經常來這個頻道的。我們再往下，這位中國女士德語說得溜，句子完整，內容豐富，語言精煉。貝爾伯克應該到她那裡補課。下一條評論，德國到底怎麼了？再往下，所以我們一起為德國反對綠黨。再往下，道德自大狂用來描述德國政客的創造出來的絕妙的詞。下條評論，真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非常遺憾，德國失去了這位記者。繼續往下看，聆聽這位優秀女性的講話是最純粹的心靈按摩。再往下，非常遺憾，這樣一位侃侃而談的記者離開了德國，聰明而有遠見。下條評論，聰明討人喜歡的女人只能在德國的選擇黨中找到了。德國知識點評，估計這位網友指的是德國選擇黨的女黨魁維德爾博士。大家肯定也發現了啊，所有的評論都是讚揚張丹紅女士的，同時呢也諷刺打臉德國360度外長。再往下，可悲可嘆吶，偉大的德國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莫大的恥辱。下條評論，早上好，感謝這個訪談，能聽到中方的聲音也很有意思。我認為在我們真的不再享有言論自由的今天，德國主流媒體如此不公平地批評中國是不對的。再往下，這位女士的德語說得非常棒，我能理解她對德語的熱愛，你也能聽得出來。下條評論，我能很好地理解張女士，也很容易聽出，其實她以前在德國感到非常舒適，和許多海外人士一樣，她很早就意識到，從2015年開始，大量難民湧入德國，這對德國這樣的國家是不利的。她的看法並沒有錯。我自己和妻子住在上海，我只能表示贊同。上海沒有所謂的社會積分制度，我們在上海感到非常安全，從來沒有人對我們懷有敵意。歡迎來到上海。繼續往下，絕對有趣而有深度的訪談。離開德國是個明智的決定，我祝願他生活一切順利。再往下，德國嚇跑了如此高學歷的人才，實在是太可惜了。我們缺乏的是這樣的熟練勞動力，而不是其他那些。好，我們再往下，向這位女士致敬。我們如何確保聰明人再次接管德國政壇？好，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非常敬佩這位女士，無論從語言上還是從內容上，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有同樣的想法和感受。好吧，朋友們，今天就到這裡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幾年與各位分享德語評論，這是唯一一個一邊倒贊同一個人的評論，沒有反對意見，真的是零反對意見。可見張丹紅女士對德國的看法完全正確，並且獲得德國人100%的贊同，這太少見了。說真的啊，我非常佩服張女士能說一口堪稱母語的德語，同時還能堅持自己的觀點，而沒有被西方主流媒體同化。衷心祝福張女士在中國一切順利。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謝大家，我們下期見。